武昌。哇哦，朋友们，今天天气真好呀，开心！哎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现在我在新疆的独山子这一块了。我昨天穿越了独库公路，现在来到了牦牛沟的服务区。昨天晚上在这个地方露营过夜一晚，非常的不错。这个地方，主要是这边的温度很好啊。我昨天，凌晨4点钟是被冻醒的，在巴音布鲁克零下4度，而这边早上睡醒的时候有9度哦，朋友们，开心呐、开心！今天心情真的很好。牦牛沟服务区距离独山子区大概也就30多公里了，我再跑个将近50公里我就到奎屯了。哎呀，这个地方，哎呀，真好，晚上风也不大，温度也适宜 ，OK 的啊，朋友们。大家如果看了上期视频，就会发现我昨天晚上就是开着一辆车摸黑走了几十公里山路，就因为我从那个哈希勒根达坂下来了之后嘞，就天慢慢的就要黑了，然后我就开着车飞呀飞呀跑啊跑啊，跑得特别的猛，就在那个牦牛沟，就是在那个山底下的路里面一直转，盘，旁边都是悬崖峭壁，全部都有铁网网住。因为山上会有一些落石，就路面上我时不时能看到有一些小的碎石，所以呢，我开车一方面我跑得快，另一方面真的也是蛮小心的，所以呢还蛮刺激。但是是晚上的时候开那一段路，我觉得白天如果去开的话，那段路风景应该会更好。等我下次再走独库公路北段的时候，我要想着白天去走这一段路，到时候就可以航拍一下。我昨天在那个哈希勒根达坂没有飞航拍。不然的话，我就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风景，贼好了。可惜，下次再来。说了这么多，现在先收拾一下车子，把床铺给收拾好啊，有点乱。嘿，这边有充电桩，那边也有充电桩，这2个嘛。没有怂车，只有怂人。对，我不是怂人。你睡车里呀？啊，我睡车里呀。你很累啊，晚上。还好不害怕。一个人啊？哦，那真的。海拔高的地方才会。还好啦，电车没有损耗呀。小车的士还过来往贵州过来的，哇，广西啦，贵州，广西。哇，这里面睡觉不冷吗？我就说这不冷啊，一个人。我在巴音布鲁克差点给我冻哭了。这不是广西老表？那天零下4度。但是昨天对，哇，广西哪里啊？北海那边开过来的。哎呀，北海呀，好香哦！北海带点哇，北海的生蚝过来呀。哎，有没有冰箱带啥生蚝呀？你应该搞干的哦，应该是是吧？你带点那个杀虫干过来嘛，北海杀虫干的。还好，对，啊，睡车上的，哇，这个我给你炫耀一下，这个太厉害了。你们是一个车队呀？对呀，我们从广西啊、广东啊也有啊。哇，那你们是？我广州的。哦，你们做什么呀？我跑成这样。带点那个广西北海的鱼干过来烤啊，这里很少看到鱼。这个确实，我跟你说，你这么远过来，是一个女孩子一个人过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对，危险其实我都在感没有。新疆很安全，新疆很安全。我讲的危险不是说。人的问题，我讲的是环境的问题。这个车有备胎吗？我买了个备胎，在车顶呢。这是续航多少公里？215。那你开个100多公里就充一次电啊？啊，对。还有轻215。就我设置的行程，我就会100多公里，130、150充一次电。它这服务区没充电？有充电桩。有，那可以。对。你是广西人？对，我是广西人。销冠们都走了，这是一个公司，全国各地的销冠，他们奖励了一次旅游，在新疆自驾。然后呢，这些所有的橙色的车子都是他们公司的车，就公司租的车吧，所以还挺爽啊。这个公司挺好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吃个早餐吧，吃个西红柿，再来一根黄瓜。拿不出来了 ，OK。
这里是独库公路的牦牛沟服务区，接近独库公路的北段出口。附近是呈现出干燥褐黄色的琼山峻岭。比起哈希勒跟达坂的山路18弯，这里的山势平缓绵延，地表覆盖着耐旱的蒿草和芨芨草，泛着夏末最后的绿意。这个地方前往著名的独山子大峡谷只有15到20公里的车程，路况变得非常的友好，道路宽阔平坦，大多是舒缓的下坡弯道，仿佛车辆正在从苍茫的天山怀抱驶向开阔的绿洲平原。现在先短暂的离开一下独库公路，前往独山子大峡谷，大概要过去10公里左右吧，就到了。往前跑一跑，给大家看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You want my powers, I will show you where they go. You like the wind, I'll tell you where it goes. Clean as you go, clean as you go, clean as you go, yeah. You need my energy, I'll show you where to go. You want the rivers, let me show you where they flow.OK， 现在来到了独山子大峡谷的停车场这边了，准备去进景区啊。这边就是景区的游客中心售票处，这个景区是国家的4A 级景区啊，非常有名的一个景区。接下来我准备要去这边的工作人员那边去登记，因为我要飞航拍，这边是飞航拍是可以的，但是要提前登记好相关的资料。你看这边的检票口。团队的、散客的，当然售票口的话，你看就这里面2个，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8点半之间。我的是一卡通，直接扫身份证就可以。哎，你好，我是一卡通。一卡通，对，哦，行，谢谢。你好，我是那个年卡的一卡通。现在已经进来了，这边就是这个景区的内部。还蛮多吃的喝的，还有这个帽子啊、眼镜啊，相关的旅游产品。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蜜雪冰城，这蜜雪冰城好像柠檬水，让我看一下价格，跟外面的相比，哦，比外面贵1块钱，这里的柠檬水5块，还可以吧？这个旅游景区蛮健全的呀，你看人好多哟。OK， 我们到悬崖边上去瞅一瞅、瞧一瞧，看这边有蛮多的娱乐项目，这边甚至还有这个缆车呢。你看这远处，这个红黄白绿的这种颜色的缆车。另外的话还有其他的项目，从这边去看一下。我2022年的时候来过新疆的安吉海大峡谷，老实说，安吉海大峡谷可能会更壮观一些。那个安吉海大峡谷没有开发成景区，它是一个野生景点，是免费的，所以呢，那边就给人的感觉会更粗犷一些。像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的话，可能开造成人造景点了，也不叫人造景点，开发成了商业景点，可能这个味道就稍稍没有那么浓郁啊，这种大自然的感觉。不过开发成商业景点的话也有好处，就是你过来这边至少很多各种设施都是很完善的，这就比较好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看到右边这个没有？这边有一个地轨滑车，我上网看了一下，70块钱地轨滑车从这边一直下到下面去。这边有独山子大峡谷的景区导览图，大家可以具体看一下，右边有介绍。拥有独库秘境1年奇观之称的独山子大峡谷，是由天山雪水1万年冲刷而成的神奇峡谷，曾经荣获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它坐落于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起点，是独库公路的第1景。接下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票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票价是上行49，下行49，上下行套票是70块钱。就是可以坐着旁边这种车，
从谷底上来，下去也可以坐上，就是你的体力不够的话，蛮好玩呐。接下来我们从这边下去转一转。哇塞，朋友们，快看，蛮壮观的呀！你看这远处的这些沟沟壑壑，都是高山冰雪融水冲刷而成的。这远处还有一条玻璃栈桥，据说这个玻璃桥也要花几十块钱才可以去上面去走啊。就大家如果资金足够的话，可以上桥啊。而我嘞，就走下去吧。然后玻璃栈桥的话，我应该就不会去上去。但是我要走到下面去，给大家找一个好的角度，带大家看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年奇观。我这里走下去就可以省49块钱，嘿嘿。现在已经来到这边的平台上了，过去悬崖边上看一下。你看这边上有很多像这种车啊，峡谷便利店啊，还蛮多。这边甚至还有冰雪大世界哦。还有各种各样的吃的，哇哦！大家看后面天空上，仔细拉近镜头，大家又会看到有一个人走在钢丝上，我的天哪，特别牛！朋友们，独山子大峡谷的30块钱门票最值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面前的走钢丝的表演，大家看到没有？拿着一根平衡木，在这个钢丝上去走。它这个里是每天的固定表演哦。哇塞，真是一点都不怕高啊！峡谷便利店，蛮多吃的。看这边，好像有人在表演哦，还在跳舞呢。过去看看。刚才那个小姐姐好漂亮啊，跳舞又跳得特别好，人也特别美，我忍不住把镜头对焦她了。好了，现在已经看完表演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旁边的独山子大峡谷。哇哇哇哇哇！我的天哪，朋友们，真的是看图不如亲眼看啊！这个实景就是更加震撼。看这谷底有一些水，这个河流还是有一点点水的，不是特别多。这远处的沟壑全都是高山冰雪融水冲刷、冲蚀割裂而成。原先它这个1万年前这边是一个平原带，但是后面切割不断的割裂，就成现在这样子了。这就是亿万年的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独山子大峡谷被誉为独库公路的起点丰碑，这条纵深200米的巨大裂谷，由天山雪水亿万年的冲刷、切割与地壳抬升共同塑造。两岸壁立的嶙峋沟壑间，清晰可见亿万年来地层沉积的褐色沙砾岩与灰白色粘土层交错叠压，如同大地袒露的年轮。
经是下午的4点24分了，准备回去了，继续往前走。刚刚这个时间点航拍，老实说拍不出什么效果，就是阳光太强烈了，曝光过重，怎么拍都拍不出我想要的感觉。没得办法了，大家将就看吧啊！现在又得爬个坡啊，走个楼梯上去，看着有点高啊，我下来的时候没感觉有那么高呀。刚才从谷底爬上来，妈呀，太累了，49块钱，算是省了58啊，累死了。下午的4点56分，离开独山子大峡谷，前往奎屯。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独山子区，这边是它的城区啊，这个城建真的很棒，感觉特别的新，特别的干净，四周围，哇哦，真的很不错啊！果然感觉很有钱呐。从这边右转，准备要去到这个独库公路零起点处了啊！我去看一下。OK， 终于到了，朋友们，这边就是独库公路的零起点处，对面就有一个石碑，可以拍照打卡。看我这辆车，哇哦，远处就是那个摩天轮，近处就是我的小车车，真棒！开着小车车来到0公里处，当然要拍一张打卡照才行，对不对？可惜就是这个石碑，没有办法把车开到这个石碑那里，然后跟我的小车车一起合个照，哇，那肯定就帅呆了，对不对？看这边就是独库公路零起点处的石碑，排队拍照啊！开着215公里续航的50马卡龙，我终于来到了独库公路的零起点处，朋友们，从库车到零起点处，我花了3天的时间，真的是太不容易啦。这期间的话会有那个下雪，感觉还挺冷的，但是呢，很顺利的来到了这里，超级开心，打卡。再走个16公里就到今晚的露营地了。晚上的6点32分，我来到了今天晚上的露营过夜点。这边这个营地叫做不错的营地，对，没错，这个名字就叫不错的营地哦。来看一下，找个地方停车啊。有一些房车、床车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位置，我得进去里面找找。你看，像这边。感觉好像已经被占满了嘞，不够位置了，我的天！难道我来的太迟了吗？我看一下这镜头，貌似没有位置了。又是没有位置的一天吗？你看，先把车停在这个位置，看一下情况吧。这里这个营地实际上有很多的位置全都是新能源车的停车位，这后面都是充电桩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专业的营地，也没有所谓的水电桩，所以呢，有一些油车停在这个充电桩面前就属于露营。我觉得有点着实有点过分，为什么呢？你们看这旁边，就有的车它停不进来，所以呢它只能停在外面。你看这个充电的，停在这边，然后拿个拉线去充，也是有点无语啊。这旁边的车应该是本地车新 R， 然后本地车没地方停了，就只能停在这个路的两边了。在网上找了一下，附近还有一个营地，就在润明河生态公园这一块，大概要过去几百米吧，600米就到了。现在出发，来到第2个营地了，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够不够位置呀？ OK， 朋友们，来到了今天晚上最后决定要露营过夜的地方了。
这边是润棉河生态园的停车场。好像洗手间我今晚得找一找，应该也在这附近。距离刚才第一个营地可能大概有个200米吧，600米，然后就跑得比较远。我今晚就把车停在这个位置了。这边据说附近还有一个党群服务中心，是可以去预约淋浴洗澡的，所以呢，我准备要过对面去问一问，去看一看。对面据说有一个阿克塔木党群服务中心，是一个很便民的地方，我去瞅两眼。刚刚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没办法洗澡了，但是明天早上10点可以。像他这边呢，它是可以淋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像什么开水啊，各方面都挺好的。哎呀，这个是不错的地方，很不错。不过今天洗不了澡，有可能等明天吧。好纠结，好烦，有那么点点小小的烦躁啊。也能忍过去。实在不行等明天。收拾车子，说这些东西有点乱。当当当，外卖到了，收拾好车子，然后刚好可以吃上饭了。在奎屯这边点外卖还是很方便的。点了一份拌饭，韩式拌饭，好久不吃米饭了感觉，所以呢这一趟吃个饭。我感觉我可能需要买一个小桌子，不然连吃饭的小桌子不行，都没有。当当，味道应该很不错。嘿嘿，再来一个这个酱。倒进去，拌一拌。好久没吃这个韩式拌饭了。上一次吃韩式拌饭还是在甘肃的时候，甘肃的那个什么张掖吃了一回，然后甘肃的陇南吃了一回，差不多。哇塞，这一看就很香呀，朋友们。然后把鸡蛋给搅烂，会。你要西面看，西面转，西面南面。朋友们，这啥都有啊！你看，香菇、鸡蛋、玉米，还有这个海苔碎，另外还有这个青菜。可以拌好了，来尝一口，大大口的，真香。还是很香的，很久不吃了，甜甜的。韩式的辣酱就是有一点甜辣，挺好吃，真香啊！好了，朋友们，今天这一期视频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好、喝好、睡好，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接下来的行程。我到时候要去喀纳斯啦，朋友们。好了，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